减降。第二，信念，胆大心细，谨慎入微，有战胜疾病的信念。第三，人心，要品德高尚，胸怀恻隐之心。第四，勇气，要有胆识，该出手时绝不犹豫，制胜关键就在顷刻之间。第五，法度，要遵循天地之道，守阴阳之法，组合用药。与疾病对战，如何用兵如神？第二个关键，擒贼先擒王，打蛇打7寸。什么是现代人疾病的7寸呢？225年前，河北滦县及今天的唐山境内流行瘟疫，每日死100余人。一代名医王清任冒着生命危险，一连10多天，连续解剖了30多具尸体，第一次为中医明确了人体生理结构，并揭开了近代中国医学史上的最大发现——血瘀。33年后，王清任将其铸成中医史上的旷世之作《医林改错》，留下了6个活血破瘀经典名方，拯救无数病患，至今仍在临床发挥着巨大作用。血瘀就是所有疾病的7寸，血不干净形成淤堵，会产生心脏病、脑梗死、妇科病、男科病和各类慢性疾病。血瘀不破，会出现手脚发麻、末梢循环障碍、囊肿、滞油和各种身体奇怪现象。血瘀加重时，会导致癌症、心绞痛、心肌梗死、脑梗死、肾炎、肾功能不全、肝炎、肝硬化、类风湿等疾病。破解血瘀势在必行，如何化瘀，如何破瘀，如何解瘀？深耕中医38年，他找到了答案。人体自有大药，疏通经络气血好，山中自有百草，活血破瘀病自消。圣人不治已病，治未病，这才是养生的最高境界。医者不用药就可以治好病，这才是治病的最高境界。破解血瘀难题，揭开疾病奥秘。欢迎走进健康兵法。健康兵法，用药如用兵。各位手机屏幕前的朋友们，各位群内的家人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健康兵法直播间。淤堵不除，百药不灵；淤堵一清，身体年轻。我是中医陈家兵，希望大家跟我一起，通过每天的直播学习，动动手疏通全身的经络，动动脑充实生命根本，启智开会，解开生命的真实奥秘。我老伴儿退休之后啊，为了丰富自己的退休生活，和几个老姐妹呢，报名参加了社区的老年舞蹈队。自从参加了舞蹈队呀，她几乎
每天早上吃完饭呢，就马上开始干活，先收拾家，然后呢再收拾自己。哎呀，那收拾的是从里到外，从上到下，全方位武装啊。收拾到自己满意之后，就乐乐呵呵的和老姐妹们去社区活动中心参加排练。有时候回来还跟我说呀，今天老孙大姐呢练舞的时候哭了，因为没让她呀站到中间位置。还有谁谁谁呀，挺烦人的，这集体买衣服就她，一会儿说这儿又说那儿的，就是不想掏钱。还有一天呀，我看这晚上都快8点了，人咋还没回来呢？我心想咋回事啊？结果呢，人家回来啊就跟我讲，说要选新队长，之前那个队长啊总是偏私，有几个人看不惯，在楼下呢商量着搞个串联，想让他呀来当这个新队长。我说老伴儿啊，你们不就是跳个舞吗？怎么那么多事儿啊？你可千万别当这个队长，你当了队长，人家不得恨你啊。再说了，你当了队长，谁给我做饭呢？我老伴儿说，我又不傻，跳个舞乐呵乐呵就行了。结果呢，最近这几天呀，这吃完早饭之后，我老伴儿就特别反常，没有像之前那样啊，是从里到外的收拾自己。人家这一回是不紧不慢的，收拾完厨房又开始扫地拖地，完事儿了呢就坐在那儿看手机。前几天比较忙，吃完饭呢我就忙着出门，我也没有在意。这今天有空了，我看他呀这吃完饭后又开始扫地，我就问道，哎，这几天咋这么闲着呀？收拾收拾，你去舞蹈队排练呢？我老伴说，这最近呐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我们舞蹈队好几个队友呢都生病了，人太少了，我们就先不练了，等什么时候人齐了我们再练。我又问道，你们队友都生的什么病啊？有没有什么咱们能够帮得上忙的呢？我老伴说，他们呢基本上都是气管不好又犯病了，整天就是在那儿啊咳的，咳嗽不停，又不敢吹风，这吹点凉风吸点冷空气呀，或者是闻着点什么油烟味呀，咳嗽的就更厉害了。我看咳嗽严重的时候连喘气儿都费劲儿。这说来也奇怪了，怎么还有这么多人犯着呼吸系统疾病呢？是过敏吗？我说，老伴儿，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越是这春暖花开，春风拂面的季节，就越是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个高发期。我老伴儿就疑惑道，这是为啥呀？不都说这呼吸系统疾病秋天冬天天冷的时候容易犯病吗？我说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你知不知道水土不服啊？就是说呀，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呢生活久了，突然让他换一个新的环境，那这个人就会很不习惯，会出现呢各种不舒服的症状。这是因为啊，人体自我会有一个适应性。比如说这长期生病的人，像高血压患者，
血压刚开始升高的时候啊，他可能马上就会感觉到，马上会迷糊啊、晕，还有的人呢会出现恶心，以为自己是颈椎病了。但是如果他的血压一直呢都维持在170，时间一长他就不会呢有不舒服的感觉了。这就是人体自我适应的一个能力。这呼吸系统疾病它也是一样的。如果周围的环境一直都比较冷，或者是一直也比较热的话，人体适应了，反而不容易生病。但是如果周围的环境突然变化了呢，人体肯定就适应不了了。现在的天气虽然说是一天比一天暖和了，但是早晚的温差变化还是很大。再加上病毒呢大量的繁殖，花粉、柳絮等粉尘都会造成呼吸系统的不适。本身有肺病病史、气管又不好的人呢，在这样变化的环境下，就非常容易呢出现问题，容易导致呼吸系统疾病再次的复发。其实不只是我老伴儿舞蹈队的队友，很多的群友也给我留言说，最近自己的亲戚朋友呢都出现了咳嗽的情况。之前支原体肺炎的、病毒感染的，好了以后呢，落下了咳嗽的后遗症，有的咳嗽呢还挺严重的，问我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？想要治好咳嗽我们就先要弄清楚，咳嗽是病吗？大家都知道咳嗽它不是病，而是一种症状。那到底是一种好的症状还是坏的症状呢？说到这儿，可能很多群友的意见就会出现分歧了。有说是好症状的，也有说是坏症状的，是说什么的都有。其实身体健康的人呢，早上起来咳嗽几声，清清嗓子，把肺内气管内的这个痰液呢吐出来，这对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如果我们认为这咳嗽不是病，就不会呢盯着止咳。我们通过咳嗽把痰液排出去之后，自然就不咳嗽了。但是如果我们认为这咳嗽是病，就会去止咳、镇咳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肺内气管内的痰液就无法通过咳嗽的动作排出体外，反而会一直呢残留在体内。这时间越久量就越多，越吐不出来，久而久之就会导致肺部疾病，甚至会累积到心脏，形成肺源性的心脏病。由此可见，咳嗽虽然是一个小症状，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，对身体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。肺炎、支气管炎大多呢都有咳嗽的表现，但是咳嗽它不是病，肺和气管里的炎症才是病根，必须要把炎症清除了、修复了，咳嗽才能够消失。这与清洗伤口是一个道理，但是很多人呢却去止咳。然而你越是止咳，越是止不住，因为有炎症才会引起咳嗽。但是这咳嗽也不一定它是100%都有了炎症。我再说一遍，有炎症它确实呢会引起咳嗽，但是咳嗽并不一定100%
是有炎症了。所以按照这个原理分析呢，你就要明白，很多人一咳嗽就会习惯性的吃抗生素、止咳药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。从中医的角度讲啊，出现咳嗽、气喘的症状，或者是患有气管炎、肺炎、肺气肿等呼吸系统疾病的原因，它主要有4点：一、营卫之气失常。身体营卫之气失常，外邪入侵，内合于肺，久居不去，痰饮滋生，阻塞于肺，肺不能宣发于肃降，就会引起咳嗽、咳痰。2、肺脏虚弱。肺主气，司呼吸，开窍于鼻，是五脏六腑的华盖，不耐寒热，所以也称之为焦脏。肺气的充盛，除了本身吸入了自然之清气外，还依赖于后天的水谷精气，也就是气血的滋养。如果气血亏虚，肺失气养，就会导致肺气不足，导致肺功能的失常，肺气上逆，人就会咳嗽；肺气不固，人就会出汗、怕冷。3、脾胃虚弱。身体脾胃虚弱，水谷不能化成精微，就会聚湿而生痰饮。痰饮上滋于肺，壅塞气机，肺湿宣肃，就会导致咳嗽、痰多、气喘，还会伴有不爱吃东西、腹胀、大便不成形、气短乏力的表现。4、肾气的虚衰。肺主呼吸，肾主纳气，这一呼一吸维持气机的升降出入。如果我们肾得不到气血的濡养，功能失常，就会导致肾不纳气，气湿归藏，也会引起肺气的上逆，表现为咳嗽、气促。这样的人越动弹咳嗽喘就会越严重。那么出现以上的问题，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治疗呢？从中医的角度讲人是由气血、经络连接的脏腑、四肢百骸构成的，它是一个整体，所以中医治病的时候必须要从整体入手，辨证施治。气血是我们身体的大药，濡养着我们的五脏六腑、四肢百骸。不管是营卫之气失常、肺脏虚弱、肾气虚弱，都跟身体气血不足有直接的关系。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强调，气血它不是补上来的，它是由脾胃生化出来的。只有脾胃功能好了，气血才能够生化出来。气血充足，营卫之气和调，外邪就侵入不进来。气血充足，就能给肺脏、肾脏提供充足的营养，保证它们能够正常的运行。肾脏、肺脏功能正常，就不会出现咳嗽、气喘的症状了。而且脾胃功能正常了，就可以及时的把身体当中多余的水湿代谢出去，不会出现生痰了。我之前曾经接诊过一位患者，姓马，我叫他马大哥，76岁，家住在惠州市。他当时找到我的时候是被儿子儿媳用轮椅推着进来的。他当时
脸色非常不好，白的跟纸一样，自己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了，一直就是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这嗓子里有痰咳不出来，一直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。我详细的了解之后啊，才知道马大哥在秋天天气转凉，早晚呢气温温差比较大的时候，没有及时的增减衣服，就着凉了。起初呢，他只是浑身特别发冷，头疼的跟要炸开了似的，他就以为是感冒了发烧了，就按照感冒发烧治的，吃了布洛芬和感康，睡了一觉之后啊，头疼怕冷的情况呢有所减轻，原以为这就没什么事儿了，可没想到过了3天，他哮喘突然发作了。马大哥本身就有20多年的哮喘病史，这一次哮喘病的发作呢，来势特别的凶猛，气喘情况特别严重。用药之后，情况虽然有所好转，但是痰声碌碌，痰鸣严重，不能平躺，只能是把枕头垫高，半靠着坐在床上呢，才能感觉舒服一点。而且这个患者为什么棘手呢？因为他除了哮喘病，还有15年的高血压病史，还有12年的冠心病病史。2019年的时候，还因为一根冠状动脉梗死85%，做过冠脉支架植入的手术。而这一次哮喘病的发作，把他的血压、心脏的毛病也都连带出来了。这脑袋就像戴了一个紧箍咒似的，箍着他很难受，脑袋也是晕晕乎乎的不清楚，还心慌胸闷，浑身出汗。马大哥家里条件不错，生病之后呢，儿子儿媳妇带着他去了很多家医院，做了不少的检查，这中药西药各种药没少吃，有的药是吃上的时候能缓解点，这不吃就不行了。有的药呢是刚开始吃的时候效果好，慢慢的就没有效果了。有的药吃上了，干脆是一点效果都没有。就这么着折腾了大半年，马大哥的病情依然没有好转，而且还越来越严重了。不仅气喘的厉害连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，连胃口也是越来越不好，不想吃饭，这4、5天都上不了一次厕所。再去医院很多医生面对马大哥的情况都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，只能按照原有的治疗方案进行治疗。这后来马大哥的儿子听单位同事介绍说哪有个陈大夫看病看得好，就这样把他带来找我了。了解完情况之后，我给马大哥看了舌诊和脉诊，舌质淡红，舌苔白腻滑，脉浮滑，这属于风寒引动内停所引发的哮喘，再加上多病同发，想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呢，就必须得要养好脾胃，脾胃好，用药后才能吸收，才会有效果。脾胃不好，吃饭都不消化，这吃药能管用吗？于是我给他开了散风寒、温化痰饮、降气平喘的方子，又配合了调养脾胃、生化气血的地质宝。处方：麻黄、桂枝、干姜、五味子、白芍、
陈皮各10克，姜半夏、紫苏子各15克，款冬花20克，细辛、炙甘草各5克，水煎2次，分2次内服。15天后啊，马大哥回来2诊呢，头晕、头疼、怕冷的情况就已经彻底消失了，哮喘的情况呢也是明显减轻，能完整的跟人对话了。嗓子里面虽然有痰，但是哮鸣音没有之前那么大了，有胃口了，能吃得下东西了，排便也没有之前那么费劲了。平均是1到2天就能上一次厕所。他整个人呢看起来也精神多了，脸色也没有之前那么苍白了。又过了15天，马大哥回来3诊的时候，哮喘的情况就大致消失了，食欲也增加了，一顿能吃1大碗的米饭，排便也正常了，基本上每天早上都能正常排便，心慌胸闷的情况也基本消失了。那这次复诊我就把马大哥的中药方停了下来，又给他开了2个周期的地质保。1个月后马大哥再回来复诊呢，身体恢复得很稳定，哮喘在这个期间也没有复发过，心慌胸闷的情况呢也没有出现过，血压也比之前平稳了，一直都保持在高压135，低压90左右，降压药也已经减量了，随访了半年，情况依然是稳定正常，这治疗呢才告一段落。大家想一个人哮喘、高血压、冠心病，还做过支架，他比很多人都要严重。可是这位马大哥都能恢复得这么好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最主要的原因是我把握住了病机，先用中药方温肺散寒、化痰平喘来缓解症状，用上地质保来健脾养胃、生化气血、滋养脏腑，让身体各个脏腑器官恢复正常的功能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疾病的问题。说到这里有的群友可能会问，陈老师，你说现在药店里治脾胃的药特别多，健胃消食片多便宜电视广播里讲的也有，为什么陈老师你一说到治脾胃就要用地质保大家说的没错，现在市面上调理脾胃功能的药是不少，但为什么这么多的选择，我还是要选择地质保呢？难道说就以为它是老院长的方子，我就另眼相待吗？不是的，因为咱们的脾胃它是装饭的，不是装药的。治脾胃不能一味的用药，是药它都有偏性，甚至都有副作用。我们的脾胃娇弱，损伤了就不能生发气血了。想要养好脾胃，就必须要选用药食同源的上品药。地质保当中选用的9宝，虽然它都是药材，但是它们都是药食同源的上品，没有毒副作用。一方面它通过调理您的脾胃功能，恢复脾胃生化气血的能力，使我们身体气血充盈，帮助药物更好的直达病灶，让身体快速的恢复健康。另一方面地质保
强健脾胃之后啊，可以让脾胃源源不断的化生气血，运行五脏六腑、四肢百骸，气血充足了，脏腑的功能正常了，慢慢的就能保证我们身体呢处于一个健康的状态，才能更好的帮助我们预防疾病。好了，时间的关系啊，今天的直播前半段呢就先聊到这儿，下面的时间进入今天的互动环节。好，下面进入我们今天的互动环节，开始解答患者的留言问题。今天抽中的这位群友呢，是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，微信的名叫郁金香。他在留言当中是这样说的：尊敬的陈老师，你好，我是来自黑龙江的朋友，我叫李青梅，今年59岁。我是经朋友的介绍啊，加入了咱们健康兵法这个大家庭里。看您节目啊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我对您的医术呢非常的认可，就想求您帮我看看病。我呢有10多年的心脏病了。2022年4月份的时候啊，我突发心梗住进了医院，在医院住了5天。当时啊，大夫就建议我做支架。我是因为家里的条件不是特别好，就没有做，选择了保守治疗。出院之后，我这心绞痛发作是越来越频繁，现在几乎每隔2、3天就得要发作一次。每次发作的时候，都能疼得我呀死去活来的，就跟死过去一样。有的时候我也寻思着，我都这么难受了，就狠心把支架做了吧。但是啊，我跟其他的病友打听了一下，不是做了支架，这心脏就没问题了。做完之后，还有可能呢会犯病的，那还不如保守治疗了。陈老师，我知道你呀，已经治好了很多的患者，你说像我这样的情况，还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吗？求陈老师一定要帮帮我。这位妹妹你好，你放心，既然你加入到了咱们健康兵法这个大家庭里，咱们就是一家人，我会尽全力帮你呢早日摆脱疾病的痛苦。心绞痛的问题啊，其实这是典型的心脏气血不足所导致的。气血不足，心脏呢就吃不饱饭，吃不饱饭的心脏就会像一个欲求不满的孩子一样哭闹不止。心脏这么一闹，你就会感到呢心慌、胸闷、气短，甚至是心绞痛了。心脏是人体的发动机，如果没有足够的气血濡养，发动机就会一直干烧，这样一直干烧下去早晚有一天会烧坏的。所以呢，想要从根本上解决心脏的问题，就要保证身体有气血的充足，让我们的心脏吃饱饭。这气血不是补上来的，是脾胃化生出来的。中医讲，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，只有脾胃好，才能生化气血。脾胃的功能调达，你心脏也就恢复正常了。调理脾胃而不伤脾胃，那是地之宝。但是现在地之宝呢，我们还没有申请，所以暂时还没有。你呢，拿好笔和纸我现在给你一个方子，您记一下。
处方：桂枝10克，茯苓15克，猪苓10克，折蟹18克，苍术15克，生薏仁30克，白附片35克，要先煎。赤小豆15克，当归10克，水煎服。这个方子你先用上，等什么时候有了地质宝再抓紧配合一起用上就可以了。在服药期间如果有任何的问题，都可以随时来联系我，我会根据你的情况再做调整。好了，今天的互动环节就到这里，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。健康兵法，用药如用兵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天的课堂即将结束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相约健康兵法。